金钱和自由，你选哪个？这个问题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。有人为了赚钱放弃了自己的时间，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周末也不敢休息。有人为了自由放弃了高薪工作，选择做自由职业者，或者干脆躺平。两种选择都有各自的道理，也都有各自的代价。真正难的是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既不被金钱奴役，也不因贫穷失去选择的能力。佛经有云，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。这句话不是说金钱是坏东西，而是提醒人们不要被金钱绑住。金钱本身是中性的，它只是一个工具，你用得好，它可以帮你实现很多有意义的事情；你用得不好，它会反过来控制你，让你为了它放弃更重要的东西。自由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完全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是不存在的。你追求绝对自由，最后可能发现自己连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。很多人对金钱和自由的关系有一个误解，他们认为金钱和自由是对立的，要钱就没有自由，要自由就不能有钱。这个想法太简单了。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在这两者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，而是会想办法让金钱服务于自由。你赚到足够的钱，就可以不用为了生存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。你有自由的时间，就可以用来创造更多的价值，赚更多的钱。两者之间不是零和博弈，而是可以互相促进的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选哪一个，而在于你对自己的需求有多清楚。有些人拼了命赚钱，赚到很多钱之后，发现自己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家庭，失去了快乐。他当初想要的东西，赚到钱之后反而买不回来了。有些人为了自由放弃了所有物质追求，最后发现自由带来的空虚比上班的疲惫更难以忍受。这两种极端都是因为没有想清楚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。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时下很多人为了赚钱牺牲了自由，也有人为了自由放弃了赚钱的机会。你觉得哪种活法更值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的选择。金钱和自由的选择，本质上是对幸福的理解不同。有人认为幸福来自物质的满足，有钱就能买到大房子，买到好车子，买到别人羡慕的眼光。这种幸福是真实的，但它有一个问题，物质的满足感是递减的。你买第一辆好车的时候很开心，买第二辆的时候就没那么开心了。你的欲望会跟着物质水涨船高，永远有更贵的东西在等着你。为了维持这种满足感，你需要赚更多的钱，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慢慢的，你成了金钱的奴隶。另一种观点认为，幸福来自自由。自由意味着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，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不用被工作捆绑。这种自由也很有吸引力，但它同样有问题。完全的自由需要经济基础作为支撑。你没有收入来源，想去旅行去不了，想做事情做不成，想帮助别人也没有能力。这种自由是空的。你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因为你的选择被贫穷限制住了。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。后一种自由需要你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。佛经有云，知足之人，虽卧地上，犹为安乐；不知足者，虽处天堂，亦不称意。这句话讲的是知足的重要性。一个知足的人，即使物质条件很差，内心也是安乐的。一个不知足的人，即使身处天堂，也觉得不满足。知足不是让你放弃追求，而是让你在追求的过程中不失去内心的平静。你可以在赚钱的同时保持知足，也可以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保持知足。知足是一种心态，跟你有多少钱没有直接关系。很多人陷入了一个误区，他们认为只要赚到某个数字的钱，就可以停下来享受自由了。于是他们拼命工作，牺牲健康，牺牲家庭，牺牲当下的快乐。等到终于赚到了那个数字，
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不会享受自由了。他们的身体垮了，朋友没了，连怎么放松都不会了。他们习惯了忙碌，一旦停下来反而感到焦虑。这就是被金钱异化的结果。佛法对金钱和自由的看法非常务实。佛陀从来没有要求所有修行人都放弃财富。在家的居士可以正当谋生，积累财富，只要不违背戒律。佛陀甚至说过，财富是人的安乐之本。一个人有了基本的财富，才能安心修行，才能布施帮助他人，才能承担家庭责任。贫穷本身不是美德，贫穷带来的痛苦是真实的。关键在于你如何看待和使用财富。佛经中提到了财富的4分法。一个人赚到的钱应该分成4份，一份用于日常生活，满足基本需求；一份用于投资增值，让财富继续增长；一份用于储蓄备用，应对突发情况；一份用于布施和供养，帮助他人和积累福报。这个分配方式本身就体现了金钱和自由的平衡。你没有把所有钱都花掉，也没有把所有钱都存起来。你既享受当下的生活，也为未来做准备。你既照顾自己，也照顾他人。这种平衡就是智慧。很多人选金钱的时候，其实选的是安全感。他们害怕贫穷，害怕生病没钱看，害怕老了没人养。金钱对他们来说不是奢侈品，而是保命的东西。这种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钱，而是对无常的正确理解。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绝对的安全。一场大病可以把一个中产家庭拖垮，一个意外可以让所有积蓄归零。把钱当作唯一的保障，本身就是一种不安全。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内心的笃定，来自对因果的信心，来自平时的善业积累。很多人选自由的时候，其实选的是逃避。他们不想上班，不想承担责任，不想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。自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避风港，但这种自由是虚假的。你逃避了一个束缚，会进入另一个束缚。你不上班了，就要面对收入不稳定的压力；你不跟人打交道了，就要面对孤独；你不承担责任了，就要面对自我价值的丧失。真正的自由不是逃避责任，而是有能力承担责任而不被责任压垮。这种能力需要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慢慢培养。金钱和自由的选择其实是一个关于取舍的修行。你不可能什么都要，你要更多的金钱，就要牺牲一部分自由；你要更多的自由，就要接受相对简朴的物质生活。这个取舍没有标准答案，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。但有一个原则是通用的，不要让取舍变成执着。你选了金钱，不要看不起选自由的人；你选了自由，不要嫉妒赚到钱的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和功课。佛经有云：随其心境，则佛土境。你的心境决定了你看到的世界。一个内心富足的人，即使钱不多，也能过得很自在；一个内心贫乏的人，即使有很多钱，也会感到空虚。修行的重点不是改变外在的条件，而是改变内在的状态。你可以在工作中修行，把工作当作服务他人的机会；你可以在自由中修行，把自由当作精进用功的机缘。金钱和自由都不是修行的障碍，执着才是。对于那些正在为金钱和自由纠结的人，有一个建议可以参考：不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做这个选择。你可以用一段时间来赚钱，再用一段时间来享受自由。人生是分阶段的，不需要一个选择定终身。年轻的时候可以多赚点钱，积累资本；中年的时候可以逐步调整，减少工作时间；晚年的时候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。这样既没有完全放弃金钱，也没有完全放弃自由。你只是把不同阶段的重点做了不同的安排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迷失自己。你赚钱是为了活得更好，不是为了赚钱本身。很多人在追逐的过程中忘记了这一点。
他们变成了赚钱的机器，失去了感受快乐的能力。定期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？这个问题不需要每天问，但每隔一段时间问一次，可以帮你校准方向。你的时间比金钱宝贵，你的自由比地位重要。不要用不可再生的时间去换取可再生的金钱。最后把这段话送给大家：金钱和自由都不是人生的终点，人生的终点是觉悟，是解脱，是从一切束缚中彻底自由。金钱可以帮你减少一些束缚，但不能帮你获得最终的解脱。自由可以让你有更多时间修行，但如果你不懂得如何修行，自由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虚度。真正的答案不在金钱和自由之间，而在你的心里。你心里清楚了，选哪个都是对的；你心里糊涂了，选哪个都是错的。时下很多人觉得有钱才有自由，也有人觉得自由比钱重要。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